法官包大人，买 Lady 包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法官包大人的第一个视频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留学生李阳杰在德遇害案。先来说是案情。李阳杰来自河南焦作，在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读研。2016年5月11日晚上7点36分，他在超市买了东西，到家后换上运动服出去跑步。回来的路上，大概晚上9点33分，一名叫做谢尼亚的女子靠近李阳杰，跟他说请他帮忙搬箱子。李阳杰欣然同意，并跟着去了他家。谁知谢尼亚是将李阳杰骗入家中，李阳杰一脚刚一进门，就被躲在门后的塞巴斯蒂安捂住了嘴巴，无法挣脱。5月13日，李阳杰的尸体被发现，年仅25岁。法医鉴定，李阳杰死于第二天5月12日清晨。在5月11日晚上到5月12日清晨这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李阳杰经受了非人的凌辱、折磨、殴打和强奸。犯罪人应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德国时间2017年8月4日，李阳杰遇害案在德绍罗斯劳地方法院一审宣判，男性被告人塞巴斯蒂安被判处终身监禁，女性被告人谢尼亚被判处5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此外，2名被告应向遇害者家属赔偿6万欧元的精神损失费。判决一出，社会一片哗然。为什么女性被告才判处5年半的有期徒刑？这个判决公正吗？这个案件，塞巴斯蒂安主犯，谢尼亚从犯。犯罪时，2人均已满18岁。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236条，单纯强奸罪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属于加重情形，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或者死刑。李阳杰案让我想起了2013年佳木斯孕妇骗小女孩到家强奸案。一审，男性被告人被判处死刑，女性被告人被判处无期。当然，佳木斯的案件和我们现在说的案件还是有所不同，它属于故意杀人、抢劫、强奸数罪并罚。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案件，德国废除死刑已经距今大概有30年了。实际上，在两德时期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也就是西德，自1949年已经废除死刑；而在东德，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981年，东德正式宣布废除死刑，也就是全德国范围内消灭死刑，是在1987年。从那以后，再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在德国最高判处终身监禁。塞巴斯蒂安强奸谋杀2项罪名成立，而且情节特别严重，被判处终身监禁是罪有应得。谢尼亚为何仅判处5年半的有期徒刑？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青少年刑法。在说青少年刑法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2个被告人是什么人。先说男被告人塞巴斯蒂安。心理鉴定师认为塞巴斯蒂安是极度缺乏同情心的人，具有极为冷漠的人格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犯罪感、羞耻心和悔意。心理鉴定师还解释到，塞巴斯蒂安在童年时期便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多动症，并且伴随暴力倾向，常殴打他人。此外，据称是他曾经最好的女性朋友回忆，2013年塞巴斯蒂安将其强奸，而且不止一次。2016年李阳杰案发时，塞巴斯蒂安20岁，2013年他应该还未满18岁。心理鉴定师最后做出对男性被告人不适用青少年刑法的建议。再看女性被告人谢尼亚。据心理鉴定师报告，这个女孩从小就生活在暴力和排斥当中，妈妈不喜欢她，生父早逝，继父打她，并且对她多次强奸。那年她12岁，自己跑到类似于青少年救助中心的地方寻求保护。
谢尼亚的2次感情生活都非常的不顺，曾3次怀孕，1个 baby 死亡。不论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，还是和前男友在一起，她都是挨打、受虐，而且逆来顺受，还害怕男朋友离开她。心理鉴定师认为谢尼亚心智尚不成熟，或者是成熟延迟，因为幼年的经历造成心理创伤。谢尼亚对塞巴斯蒂安有很强的心理依赖性。最后建议对谢尼亚适用青少年刑法。我尊重心理鉴定师的意见，也尊重法官的判决，我只是想说自己的一些看法，肯定不严谨。因为具体的证据、鉴定和一审判决我们还都无法看到。在我看来，人在欲望面前都是不成熟的，无论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还是金钱、权利，所有的欲望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谢尼亚的欲望其实首先是想找一个伴儿，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在庭审过程当中，谢尼亚出具了一份对男性被告人非常不利，而把自己的罪名洗清的一干二净的自白书。其实这是畏罪，为了自由而扔了这个伴儿。在我看来，谢尼亚是非常懂得轻重的，只是别人的生命安全总是那么的轻，而自己的需要又是那么的重。我并不反对给任何人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是做错了事该受的刑罚还是必须要承担的，可怜也不是减刑的理由。我们再来普及一下青少年刑法。德国青少年刑法适用于犯罪时年满14岁未满18岁，以及虽满18岁但未满21岁的年轻人。14岁以下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，14岁到18岁的年龄段是必须适用青少年刑法减刑的，而18岁到21岁的年龄段是有条件的适用青少年刑法。这个条件比如说根据他的心理状况综合判定他跟青少年是一样的。根据青少年刑法，针对最高刑在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对青少年施以最高10年的刑罚。一个20岁的人，就像我们案件当中的被告人，如果犯了谋杀罪，情节严重，根据心理状况又应该适用青少年刑法的话，最高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。对比中国刑法，相同的是14岁以下都不承担刑事责任，14岁到18岁都应当从轻减轻处罚。不同的是，按照我国刑法，完全刑事责任的年龄线是在16岁，而在德国是14岁。按照我国刑法，14岁到16岁的年龄段，只要对几个严重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，比如说，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、死亡、抢劫、强奸等等。而18岁到21岁的年龄段，按照我国刑法就不会再根据年龄考虑他的心理状况，从而适用从轻减轻处罚了。也就是说，对于那些刚刚成年的准大人们，我国刑法其实还要相对严厉一些。里昂街遇害案实际上涉及到强奸和谋杀2个严重犯罪。根据新闻报道，塞巴斯蒂安和谢尼亚在犯罪时均未满21岁，但已满18岁。按照德国刑法典，有关性的犯罪会根据犯罪行为和造成的后果不同来量刑。涉及到强奸的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同时对被害人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，至少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严重伤害指的是比如说带来显著疼痛的殴打，在一个案例当中，打断了被害人的鼻子，就已经算是严重的伤害了。强奸致人死亡的，则要判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而谋杀在没有
任何减刑的情况下，则要判处终身监禁。帮助犯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应当从轻减轻处罚。本案是按照强奸致人死亡来判，还是按照强奸和谋杀算总和刑，数罪并罚来判，则要看强奸之后有没有另起杀心了。具体的证据和一审判决还没有公布，仅仅根据法院公布的简报来看，塞巴斯蒂安是按照强奸和谋杀数罪并罚，并且情节严重。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，仅谋杀一项则要判处终身监禁了，算总和刑依旧是终身监禁。对塞巴斯蒂安的处罚，我认为是罪有应得。按照简报，谢尼亚是作为强奸的共犯来判处的，并且适用青少年刑罚。可以推测，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谢尼亚参与了谋杀。是否适用青少年刑法，减刑多少，如何定罪量刑，这些都是法官的自由裁量了。李阳杰的父母认为对谢尼亚的量刑过轻，一审判决下达之后，他们已经就此提起了上诉。一旦上诉理由成立，二审判决将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。回想整个案件，如果当初李阳杰没有答应谢尼亚帮助的请求的话，也许可以逃过一劫。其实在无论哪一个国家，哪里都有好人，哪里也都有人渣。我们要做的是心存善念，但也勿忘戒备之心。这是到这里我最愿意跟大家分享的。好了，法官包大人就暂时到这里了，后面还有包大人的课堂，千万不要走开哟。今天的关键词是青少年犯罪。青少年在德语里是 die Jugend 阴性，英语 Juvenile 犯罪 die Kriminalität， 英语 Delinquency。青少年犯罪就把它们合起来吧， die Jugendkriminalität， 英语 Juvenile Delinquency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